摔什么？没有，他倒了，好像拿几个。你真的好可怕！跟你在一起我都没有安全感。你还想打我吗？现在开着直播呢，等下播了打不死你。黑色小烟掉了。小爱同学，我在。放一首刘德华《观世音》。好的，小爱想陪你一起听会员歌曲刘德华的《17岁》。小爱同学，在。放一首刘德华《观世音》。好呀，小爱和你一起欣赏会员分享歌曲刘德华的《今天》。热死了。小爱同学，在。放一首方力申来点什么？放一首方力申田孙爷爷。好的，小爱想陪你一起听会员歌曲方力申的《幸福家庭》。晚上好。叨叨呢？叨叨在剪辑，在做后期。不会又分了吧？不要把你的愿望说出来。
谁呀？我还挺白的，还好。神经病啊！天天的一天到晚就分。分了你，分了我的得不到啥愿望啊？那你就是单纯的坏吗？我判断好了。就是不想你俩分，那我相信你。坐着直播就感觉不太礼貌，有点傲慢。你有啥呀？人老师讲课还坐着讲呢。关键我也不是老师。老师那种职业需要站着的还坐着，你这主播呢？小爱同学，哎，安静。静音已打开。谢谢你们的粉丝的爱。最近又病病歪歪的。开着门呗。你冷是吗？开着门它容易耽误黑板。哦，行。最近病病歪歪的，然后遗憾的通知大家，这周四啊，遗憾的通知大家，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不说我替你说。好。我们这周四那个只更新1集绿豆，因为我们只更新第9集，因为第10集有一首歌是新歌，然后图图要去录制的这个时间跟上映的时间冲突了，所以要放到下周更新3集，这周更新1集，下周更新3集，就是更新总量是不变的，就是有1集推后了1周。总共几集？总共10多集。然后可能还有一点要跟大家提前说的，就是咱们春节的时候，因为工作人员都放假了，所以咱们更新可能会有延迟。可能不一定，不会一定的延迟，但是因为剪辑那边的工作人员放假了啊，春节人家不能给我们这个加班，而且最后1集的制作量会比较大一些，最后1集可能会比较麻烦一些啊。就最后1集可能会按时上，也可能会推迟啊，春节没有办法。现在都不确定，我就说不确定，所以我不敢发通告，万一要通告发了，然后又准时的播了就不太好，所以就是可能会在这个第9集的片尾会告诉大家啊。第9集不就是这一集吗？是的。对，咱们这周四本来是这周四是没问题的，但是这周四有一首新歌要录，就是小茉莉的那个主题曲小茉莉的那个主题曲。小茉莉的主题曲。是啊，小茉莉的主题曲，然后周四要录，所以
周四，再加上第10集要用到小魔力的那个主题曲，所以，这个录制又不能提前，因为这个录音棚也比较难约，所以就没办法啊。再加上自己现在身体也不是特别好，我现在时常的耳鸣，也不是时常，就是大多数时间是耳鸣的状态，所以，你现在耳鸣吗？那你要不就别戴耳机了。现在就是就那种我也能听到。机器声，对，那啥机器声？反正不是这个。你耳鸣了？不是，就是有声音。我耳鸣不是这个声音，我耳鸣是那种尖音儿，尖音。在酒吧震伤了膜啊。就是有声音。第9集张万里哭哭唧唧看得到吗？张万里不是哭哭唧唧，张万里是大哭，第9集看不到。第10集。2天没开播，我这2天那个睡不醒。这2天是那个每天都睡到10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醒，不知道为什么，就身体特别疲劳。包括今天上播也是死气沉沉的。距离收尾还有多少集啊？反正10多集，你看，后面那个瑜伽垫是你们垫的？是的，这个瑜伽垫现在那个出售啊。瑜伽垫因为就是我们可能要搬家了，这瑜伽垫原价是129，现在卖139。不包邮啊。绿豆的主题曲叫什么？绿豆的主题曲叫黑刺猬。绿豆的主题曲叫黑刺猬，臭兔兔。张斌还能回一集？严格意义上，张斌第9集就图图是谁？图图是2把刀。2把刀是百里的对象。想听你唱风筝，死气沉沉的。我今天就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就我今天都不想播了，主要就是跟大家通知这几个事儿。现在就是每天都焦虑，然后就是特别的憋得慌，就想着立马就是啥也不想管了，然后就想去让自己放松下来，片子我也不想更了，然后北京我也不想待了，想赶紧去一个
买一辆车，然后去各个城市开车自驾游去，或者说就是选一个城市，就是在那边生活，然后也不想碰网络。会上线 Apple Music 吗？不会，不太会。跟着我走会放在实体专辑里边就像那个之前的《在意我》一样。然后包括这一次的小茉莉的主题曲就叫小茉莉小茉莉这首歌也会在这个实体专辑里边会和大家见面元谋，元谋这个名字好好听。再也不跟龙哥合作拍电影不会我们有机会还是会一起拍，因为跟龙二我自认为我俩关系还不错所以有合适的机会还是会合作的最主要的就是跟龙二合作太久了，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新意了，所以也不知道有什么角色或者说有什么剧本适合我俩。小茉莉那首歌早就写好了嘛，旋律一直写好了，但是词是昨天才写好的词，特别为了那个小薇改了一下词，因为小薇的下线，所以这首歌就重新写了词。多才多艺，就是语文课没睡觉的这个功劳。周四更新吗？周四只更新一集，这周的周四只更新一集望大家广而告之。这周四只更新一集你现在跟城堡是啥关系？城堡是谁？一集以后每周都更新一集吗？主要是有几个原因更新一集。第一点呢，就是身体的问题身体不太舒服。第二点呢是周四我们要录新歌，然后这首新歌会在第10集出现，所以周四更新的是第9集，所以我们第10集就不能周四正常播，就得等这首歌录完了之后放在这个第10集里边，所以第10集可能会延到下周去更。第3点呢，就是因为春节期间工作人员可能放假了，大家可能不太明白我们的流程。我们的流程虽然说，剪辑师他们已经把这个差不多他们认为剪好的东西交给我们了，但是后期还有一些回套的工作和上字幕的工作，还是由剪辑方去帮我们完成的。但是他们春节是要放假的，
所以可能不能按之前的那个时间去播给大家看了啊。春节能播完吗？播不完。春节我们还有反正就是春节是播不完的，所以春节期间可能会往后延。但是具体怎么个情况我也不太确定。这2天看看我们往前改一改，看看能完成多少。具体的事情我现在也不好确定。主要现在身体状况确实不好，严重的，我觉得已经，我之前一直在直播上，我一直在说一个观点，我说，抑郁症我是非常接受不了的，我觉得抑郁症其实是因为没钱闹的。到现在我也认同我说的是抑郁症是没钱闹的。最近我发现我，因为去医院检查，我也是有抑郁症和焦虑症嘛。一开始没觉得有什么，但是现在会觉得对身体的损伤其实确实挺大的，特别是焦虑症。焦虑症其实还我焦虑症是重度焦虑症，所以会再加上，就反正焦虑症会引发各种炎症。比如说中耳炎、鼻炎，还有这个咽炎，反正就是各种问题都来了，所以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好的身体吧。所以，哎呀，挺夸张的啊。吃药能缓解吗？没吃药，吃的医院开的药都是那种辅助睡眠的药。对，就是感觉医院给我开的都是安眠药、镇定的药之类的，我就没敢吃，没敢，就是他开了药方以后，然后没敢拿这个药，我怕，对，越吃越傻。给我开了2种安眠药，我不敢吃啊。总在家待着也不好，是啊，现在我就是想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出去溜达溜达，但是，可能又就不太允许啊。对，我严格意义上我不算是抑郁症，我觉得还好，我就严重的焦虑症。焦虑症是怎么形成的？就是可能跟原生家庭也有关系啊。然后，反正就挺痛苦的，就是我每天的状态就是不停的在想事情，想到自己非常非常疲惫，才能让自己睡着，所以就是，挺痛苦的，所以就是身体状况，我觉得，像我昨天睡了18个小时，就是醒不来，因为好像太焦虑了，然后就导致脑子就特别特别的疲惫，睡了18个小时，然后也醒不过来，要不然昨天我也直播了，但我就是醒不来，每天都是这个状态，所以
之前可能不太会觉得说这是个问题，那年纪大了可能确实会觉得挺恐怖的啊。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我觉得还好，就是性格，我觉得性格就这样，再一个做这个行业就这样，除非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就是能解决所有的事儿，就是找个班儿上，那找个班儿上不就很好了？就是不做网络啊，然后跟现在的生活就一刀两断。爬爬山是，就是现在就没有时间嘛，因为每周的时间都比较紧，就是你看我们更新2集之后，然后紧接着可能能休息个1天，然后然后就是大概周4更完以后，周6周天我们就开始储备下一集了，然后就是2、3天的那个筹备那个新集。所以就会比较没有时间。干嘛？没事儿。刚上完厕所，肚子舒服了。你站到我旁边，你好像那个公孙绿萼。你是公孙绿萼，我是裘千尺。回一趟老家，回去了。我们上一次跟那个前任回去了，老家被推干了，这推净了都。我们回去了一下，说找一找那个之前的那个老房子，结果那个老房子被推平了。就觉得好像小的时候的记忆好像就是一场梦一样，就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就是那边已经完完全全看不出老房子的样子了，然后再加上因为特别就是30年前的记忆了啊，想不起来，25年前的记忆了，就完全想不起来，就是具体这些事儿是真实的还是假的啊？包括很多事情，我觉得15年前的事儿也会想不起来，就觉得说啊，是不是一场梦啊？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呢？对。叨叨调整一下镜像，你咋那么事儿呢你？宝一大哥支持我老婆，老婆，调。谁呀？全都给他个薄面吧。这不是还没那个开始呢吗？还没刷礼物呢是吧？不是，还没那个开始那个。咱也不要太现实，好不好？还没开始写字儿呢。调镜像看得我好别扭啊！老公，你在焦虑啥呢？我焦虑房车呀。那房车不就放到那儿吗？不就是看你啥时候买了？这有啥可焦虑的？我已经3天没吃燕窝了。吃葡萄行不行？这是干啥的？聊聊天儿，今天没有力气，就跟大家纯聊天。
你俩是做什么工作的？网络乞讨。老了呀，对，因为没吃那个人参，所以老了。你的歌怎么啊？当然了，是啊，我的歌还好吧，我就是 gay 圈罗大佑。我不算是抑郁啊，我不算是抑郁，我跟抑郁没关系，我就是焦虑。就我觉得这跟个性有关系，就我真心就觉得我妈也是严重焦虑，然后我也随我妈了啊，就是我看过那个网上的那个网上那个分析，就是焦虑嘛，因为我最近我就在查自己的这个情况嘛，就人为什么会焦虑，其实跟小的时候的经历有关系啊，就是那个网上有人在那个就是分析嘛，我就觉得，当然他分析有很多种，我看到一条我觉得比较贴我的就是什么，像我这种情况的焦虑是因为小的时候缺少父亲的这个角色的陪伴，就是你生活当中是没有父亲这个角色的，因为我爸其实小的时候对我们还就是挺好的，但是他是不爱说话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存在感会极低，然后就陪伴，就是他这个身份的人会就会比较的让你又疏远又害怕的一个角色啊。然后妈妈是那种比较强势且情绪有点反复无常的人，所以这样的一种家庭可能会让你时刻的紧绷啊，时刻的紧绷，所以就导致了你严重没有安全感，所以会时常的就是焦虑啊，长大以后就变成了焦虑了啊。我觉得这个分析比较贴我的这种情况啊，就大家也可以对照自己的生活啊，就可能为什么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会这种状态，我觉得跟生长环境有关系啊。一样的状况是不是？我妈妈其实，我爸爸妈妈都其实对我们都挺好的，而且都相当的负责任，但是可能就是与孩子的相处模式可能会导致了孩子的内心的一个就是这个性格的一个变化啊，可能这也是我不想要孩子的主要原因，因为我觉得养孩子责任太重了啊，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影响到孩子，因为我觉得我以后要养孩子，我也是个严父，就可能对孩子也不太好。有车有房，生活不愁，还有那么贴心的叨叨在身边，不应该焦虑啊。有车有房，我现在没车了，我现在没有车了。我来上学，我不是来北京上学嘛，然后我这个学费其实挺贵的，我这学费一年要12万，所以我就说那也不想就花家里钱，然后就自己说那把这个车卖掉吧，我车卖了20多万，
然后再加上生活费之类的，然后就正好就拿这个钱来上学来了，所以是焦虑的这种情况是比较有理由的，有理由的，所以就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没来由的这个焦虑之类的。第二点呢，就是生活不愁，我觉得生活也愁。二宝刀太能吃了，他一天4、5顿，一顿咱们就按40啊，4顿我哪里吃得到40啊？一天200块钱，哪里吃得到40？想前任了，前任一天就吃2顿。所以焦虑这太正常了。我真的就觉得是这个可能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你的想法方向去运行的，就所有的事情完完全全你是掌控不了的，你也掌控不了这个世界，然后你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可能下一秒可能一个小行星然后就撞到地球上了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也可能就是说人到最后，人就是在咱们老了之后，人就不会死了，就会长生不老了。我觉得这种事情也可以会发生。这种东西，不是按照自己的认知和过去的一些理念，包括一些观点去运行的，它就会打破所有的事情都会打破。太多未知了，让你焦虑，这些未知也让你焦虑帅气的店长跟你拍过戏就没有互动了吗？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言承旭和那个 F3的关系，F3，言承旭和 F3不是那个叫朱孝天和那个 F3的那个关系就是其实我们拍戏，我直播呢，你别弄住声音好不好？我是一个高质量、高水准的一个直播，我们在直播现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拍戏其实就是一个工作，但是其实私底下跟这些演员的关系可能真的是要有缘分。比如说性格聊不聊得来，然后三观，包括这个未来发展会不会在一起，其实这个都导致了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互动。有的时候，关系很脆弱，包括就是同床共枕的一些情侣，也有可能不沟通、不交流。所以，我跟卡卡可能，我觉得三观不同吧，三观也不是特别同，然后发展也不同。
合作的经历可能会让我有一点点疲惫，所以就是后续的也不会在一起工作，老家是什么地方？老家是大庆，我老家是大庆，大庆的一个县叫赵州县，赵州县。大东北，你的家乡？对，赵州县。所以我觉得，合作过的演员还有联系，我觉得真的是三观要相同，然后脾气要合得来，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你像我跟二把刀，是我第一个演员，就是结束了之后还保持联络的人，现在都联络到一个床上了。这因为我觉得我俩三观极度的高度的一致，对，高度的一致。谁能想到是？一个被窝里睡不出两种人嘛，所以我俩，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没有在迁就我，他骨子里他就是想上进的一个人，所以他高攀了。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你以前我们还没有住在一起的时候，你口口声声的说你觉得你配不上我。你搜出来，你现在搜。我不可能说这种话。他直播间的大家应该也有印象。啊，那我不是客气客气吗？就时间会证明。你看我作证。时间会证明，其实好看，有才华。男朋友像个日本人。他其实挺欧美的。说配不上他，然后去健身了。那个时候真的是炒作。真是炒作。那个时候没在一起呢。晚上直播开始了没？没有，今天没什么胃口。我再跟大家播报一下啊，这周四只能更新一集啊，这周四的绿豆只能更新一集啊，希望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啊，我就不打电话去你家里了。
只能更新1集。你咋的了？怎么没精神了？就是身体不是特别，状况不是特别好。对，因为我是有那个，我觉得这个跟枕头也有关系。我是有严重的就是那个脖子前倾的这种现象。二老刀就是巨嫌弃我的仪态的问题，他觉得我应该像刘诗诗一样的那个体态，所以他就让我去看病，然后医生说其实没有特别严重，然后也没有办法治疗。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就买了一个那个，就类似于那个矫正枕。那个矫正枕吧，因为我平时睡的枕头会比较高一些，这个矫正枕吧，就是会比较矮一些，而且它是往下睡的，所以它就导致了就是感觉大脑严重缺氧，每天就是会昏死的感觉，就是没有睡觉的感觉，会有昏死的感觉。那你还睡那个高枕头得了，睡那个特别高的那个枕头。所以真的好的另外一半真的能在生活当中会给你一些鼓励，但是要是不对的话，他怎么看你都不顺眼。感觉像感冒了没有？就是精神萎靡。就我现在睡眠的时间，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睡眠的时间是正常，如果说就是这2天的睡眠是下午6点睡到凌晨3点半下午6点睡到凌晨3点半，中间呢会被他叫醒吃宵夜，吃1个小时宵夜，然后接着睡嘛，睡到凌晨3点半。3点半之后，然后可能下午还会睡1个小时，然后再从下午1个小时，然后从8点半睡到凌晨5点半，就是特别乱反正就是睡不醒。这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你说每天能睡那么久，今天没有相亲吗？今天咱们先歇一歇想连线的咱们歇一歇，让我找到状态。我现在还是不够清醒的状态，我怕我说话可能前言不搭后语我现在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我现在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睡醒了以后，然后看各个城市的房价，看各个城市的二手房，看有没有捡漏的我现在主要看了3个城市主要看了4个城市。第一个城市是惠州，第2个城市是长沙，第3个城市是武汉，第4个城市是重庆4个城市的那个二手房我都在看，然后每天就刷各种二手房，然后二手房看完了之后，看看那个便宜的车
买不起，然后就是，哎，就心情比较郁闷的，然后就困了。困了之后呢，就陷入了一个焦虑的一个睡眠。然后睡眠醒了之后，就被他豁了醒吃饭。要不然，其实我睡觉的时候我就不喜欢吃饭的那种，有可能。为什么我之前就是每天只吃2顿饭呢？就是不爱吃饭的一个人。我最近没叫你吃饭啊。你说的都是上个版本的事情了，我这版本已经迭代了。长沙的房子等今年下半年听我的。好的。你长沙的房子要不出来的话，我就买重庆了，因为差不了多少钱。我们就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本来是想在惠州买的，但惠州的那个房价呀，特别离谱。然后我们就说，那其他城市看一看吧。惠州的房子约等于长沙的房子，约等于重庆的房子，所以呢，我们不如买重庆的，而且重庆的那个发展是现在已经超过了那个广州了啊。重庆的房子怎么这么便宜啊？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潜意识把睡眠当成逃避，没有，不是因为睡眠逃避，是因为就是想了太多东西，看了太多视频，然后你的脑子会非常的疲惫，然后就会睡着。但是会确实会看完这些东西特别焦虑，因为有的时候你搜着搜着就去看了大平层，哎呀，那大平层真好，买不起。搜着搜着，你从那个路虎发现运动搜到了路虎揽胜，差了120万，买不起。哎呀，重庆只是网红，但不可能超过广州，已经超过了啊！去搜一搜。你去了重庆就知道了。我是在广州哎，广州不比你们重庆要潮。图图在绿豆里好帅，还好吧？可能是有那个角色的滤镜啊，有角色滤镜。人就是这个人，没有整容啊，没有那个P图，可能皮肤可能磨了一下，但是没有那个瘦脸、拉腿的那个功效，没有。去重庆还不如贵州，这俩城市能比吗？成都也不错，成都的房价
高于重庆40%。最近我觉得我特别专业，就是看了好多的那个资讯，看了好多的那个每个城市的那个房价。相对来讲的话，重庆和武汉算是我首选城市啊，性价比最高的2个城市啊，重庆和武汉。这2个城市贷款还是能买得起的。你是四川人，对啊，我就说那个成都为什么比重庆要贵那么多，我也不明白啊。苏州啊，苏州有我们不想见的人。苏州是不是也便宜啊？贵，苏州经济非常牛逼，苏州得2、3万了吧，直逼那个，我觉得苏州的那个应该跟广州差不多吧，房价。重庆啊，我们看了一个房子，重庆的那个在哪个地铁来？看一下啊。在兰花路啊，重庆我们就是那个在网上看了一个房子，在兰花路地铁站，122平，85万，122平85万，兰花路啊，兰花路地铁站，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太夸张了，就是那个惠州都没有这么便宜啊。惠州都没有这么便宜啊！就这个装修和这个地段，太夸张了。惠州稍微好一点的地段，也要8、9千，这个7000、6000，这个6900啊，6900，然后惠州要好一点的地段要8、9千，所以我就说那何必不买重庆呢？对不对？我看的都是2手房，可能对于我来讲的话，房子，如果说你买新楼盘的话，可能商业不是特别好，2把刀就经济个事儿，他不喜欢商业不好的地儿，他希望就是那种，装修豪华便宜，然后，有地铁，然后商业配套齐全，他喜欢这种。来重庆就可以来找你耍了，找你玩是吧？啊，哎呀，我这个真的我没办法说，因为你也知道，就是
明星的生活就是会比较奢侈啊，我不知道咱俩消费会不会在一个层面上。哎，我们吃那个小面都会加加一份排骨，加一份那个青菜的，对，可能就真的不是你能想象的那种生活啊。那种免费的面汤我们不喝，我们要自己喝一个大窑。加一份臊子，奢侈。重庆小面真的是会加青菜，真的就是巨好吃啊！因为它那个其实重庆小面挺油挺辣的，但是加上青菜就会觉得缓解不少啊。而且重庆小面，我觉得一定要吃它，就是那个配的那个小泡菜儿啊，就不要乱七八糟的就点别的，就来个小配菜儿啊，小咸菜儿，哎，加煎蛋，我不太吃蛋，但是200刀吃。啊，对，微微甜，是的，青菜微微甜。然后我还爱吃蛙，你知道吧？我爱吃那种就是蛙类的东西，所以重庆的那个蛙也好吃。耗儿鱼和蛙我都爱吃，对，美蛙鱼，对，哎叫美蛙鱼，啊，叫美蛙鱼啊，对，真好吃。兔子一般，我就美蛙鱼我真的喜欢吃，随便一家都好吃，但是吃就是太油了，而且那个油可能是那个回收油，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所以就是，如果成都咱们能买得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偏向成都。但是成都我觉得成都的房价，我能看上的地段都得15000以上。就我选房子，我主要有几个要求，我就说第一点周围配套要齐全。就什么叫配套呢？就是我可能不要求学区房，但是我可能要求的是那个楼下有便利店，有1公里之内有这个大型的商超，1.5公里之内有大型的商超，然后附近能有这个小面馆啊，或者说那个小便利店呐之类的，然后附近的外卖要好叫一点，然后尽量有地下停车场，我不喜欢把车停在地上啊，因为鸟屎特别难清理啊。然后这就是外在条件。房子本身就是不要超过20年的那个二手房，然后尽量是2梯4户以内，2梯3户、2梯2户、2梯1户或者1梯1户都可以，2梯4户也可以，但是2梯4户有一点小要求，和2梯3户和2梯4户有一点小要求，就是不能和邻居挨得太近，因为有的傻逼邻居特别事儿，所以说门不要贴得特别近。然后室内呢，尽量是南北通透，南北通透，哎，南北通透。然后厅一定要大，哪怕你厅不够大的话，我可以拆出一个厅也可以，哎，我拆出一个厅也可以，哎，我可能只要求1室1厅啊，所以你2室3室1厅，2室1厅我可能拆
都拆了，我就要一室一厅，然后尽量是楼层低一点，但是不能太低，3层是最好，5层也 OK 啊，3层或5层是最佳，我不喜欢高楼层，哎。然后尽量呢，就是有那个小公园啊，可以方便遛狗，方便遛狗。然后呢，朝向无所谓，我不接受那个就是那个上下2层，大平层才能满足你。完了，又想多了，又要焦虑了。对，15000真的在成都只能买边边了，15000可能在成都能买个3环，3环开外了。但在重庆15000真的随便挑，而且在重庆15000二手房可以买到次新小区，可以买到就是大概10年以内的小区，而且是在市中心。但你要买5年以内的小区的话，可能就是稍微离市中心稍偏一点点。2梯4户的那个有的户型它3家挨在一起，2梯4户有的3家挨在一起，然后那一家人家还不卖，气死你啊！成都南3环4万到6万一平是的，高新区，我不知道高新区有什么好的，因为我之前在成都生活过，我觉得高新区并不好我不懂高新区哪里好，在我心里我还是会觉得什么红牌楼什么那个1.5环什么那个四川大学那叫什么是四川大吗？还有那个就是就武侯祠那边，但那边都是老房子，我心里我都会觉得说就那边可能在我心里会住的比较舒服一点但那个高新区我并不觉得舒服，因为高新区的房子有点像那个蚂蚁窝，它没有房子的那种感觉，它不像老的，就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新楼盘呢？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新楼盘就建的就像那个筒子楼、蚂蚁窝的那种感觉。我喜欢那个小高层，喜欢小洋房，老房子会更像房子，新房子可能就是钢筋水泥的那种感觉。我耳鸣，又耳鸣了。是有声音，就你是这种声音吗？但我这是3D 立体环绕耳鸣，听的好像是从那边传过来的。是我这个是耳鸣。就一阵儿一阵儿的是吧？是。那你刚才突然说有耳鸣？补气血补气血应该吃点什么呢？补气血吃点什么？猪肝呐，猪肝我不行，吃叨。男人并不缺，所以没什么
没什么好吃的。红枣配枸杞，老公，我想吃枸杞。没用啊，关键是这些东西红枣也没用，没用，他们说补气血。这是网上传的，那实际上没啥用，没有科学依据。哎呀，你要是喜欢吃可以吃，你要是为了功效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它没有这个功效。被榨干了，是的。吃黄精，我来点根茎。你们知道根茎是啥吗？根茎，根茎，根根茎，你知道根茎是啥吗？不知道。根茎是加在青竹风云剑里边的一种材料。啊韩立就是找那个天南的那个三大修士啊，我知道了。要的那个根茎。根茎啊，没有看那个《凡人修仙传》的，去看一看《凡人修仙传》。真的，如果是你看不下去的话，因为它太长了，你就看那个网上有一个叫什么韩跑跑的那个沙雕动画，你看那个也行，制作也比较精良，然后也比较还原啊。有的人就是看那个就是动漫，觉得太久了，然后觉得有点看不下去，你就直接看那个沙雕动画，就是快节奏，而且那个特效做的也挺好的，叫韩跑跑。真人版挺好看的，真人版就是个垃圾。杨洋演的真的就是油死了，真人版怎么那么垃圾？看了我真的想骂人的那种，好大一坨。真人版很失望，是的，对，所有的动漫的真人版都拉了。因为你可能没看过原版，你要看过原版，你就知道韩立不会那样，一人之下电视剧版，我觉得也还行。一人之下的那个动漫版也拉，也拉，好奇怪呀、陈情令还行吧，陈情令大家在看什么？我不方便说，因为前两天那个就是要养小马的那个人，他喜欢肖战，所以我没办法抨击这个片子，我不能跟资本作对。大家有机会还是看动漫吧，动漫还是真的是，对。我觉得现在在我心里就是评分最高的动漫就是《凡人修仙传》啊，但我就有一点点，我就觉得《凡人修仙传》的就是那个动漫的那个字体有点
太丑了。啊，《凡人修仙传》里的，就是动漫的那个，上面的所有的字体都太丑了，它有一点点，就是为了迎合这个是一个武侠修仙的那个，它那个字体有一点点土啊，不好看，所以就是字体这一块能稍微改一改就好了啊。但是整体的故事，包括动漫组的那种改编，我觉得都挺好的啊。这是我目前为止看的那个评分最高的动漫了啊。就我之前特别喜欢火影忍者，但是后期火影忍者总他妈回忆的，我就看着特别生气啊。包括我觉得在我心里评分最高的一个动漫，曾经评分最高的动漫是《数码宝贝》第一部啊，但是因为也时间太久远了，所以被那个《火影忍者》取代。但是《火影忍者》后边这回忆给我回的呀，气的呀，我是看不下去了啊。就一个很老的字体，是的啊。对，火影忍者要跳级，就我是按级看的，给我气的，他妈的第4次是那个火影那个大战的时候，你就在那块等大战呢，哎，来回给你回忆，好不容易回忆，然后终于要打了，打了没2集呀，又开始回忆了。剑来啊，剑来没看。忍战小樱我真的不行了。就是没事儿，因为我总那个入睡比较困难嘛，所以我经常会看那个视频睡觉。我没事我就看那个火影忍者睡觉。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我看火影忍者睡觉，然后就是那个，看到那个小的那个，看到那个就是，佐助和那个鼬在那块打架。然后他俩打架不就是有一个 BGM 嘛，就是一大帮那个，就是小的那个专属的那个 BGM，就是天国的声音的那种，就是哇哇哇的那种。然后我睡觉的时候就一直在做噩梦，因为他那个声音就在脑子里，就觉得特别恐怖。太平洋之战啊，我看的是太平洋之战，然后就一直在那块儿，他那个 BGM 一直在那响。卡卡西啊，我不喜欢卡卡西，我一直都不喜欢卡卡西，不知道谁在喜欢，我一直都不喜欢卡卡西。我整个的那个，我整个的这个火影忍者，我就喜欢4个人，我就喜欢4个人，就是整个火影忍者，我就喜欢4个人，都是反派，啊。莫名其妙，我就这4个人，我就觉得，一个是带土，一个是斑，一个是大蛇丸，一个是兜，就这4个人我就非常喜欢，别的我都不喜欢。有的人喜欢那个什么那个，有的人喜欢那个就是那个阿斯玛，我不喜欢，
我就喜欢反派。我最讨厌的角色应该是自来也。就是不感冒嘛。我最讨厌的角色应该是那个，应该是小樱吧。我讨厌的是小樱，还有那个希拉比。小樱、希拉比，我最讨厌这俩人。希拉比我真的烦。其他的都不讨厌。我还特别喜欢鬼鲛。鬼鲛，反正反派我都挺喜欢的。然后鬼鲛我也特别喜欢，然后包括那谁我也特别喜欢，就是那个反派叫啥来着？佩恩。佩恩我也特别喜欢。然后第3讨厌的是团藏。团藏我真的非常讨厌，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黑爵。啾啾看了吗？就是我玩那个游戏，但是我没看，因为我觉得啾啾，你们叫周周还是啾啾？叫啾啾吧。小南喜欢，小南巨喜欢。小南和那个带图打架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帮谁，觉得都想帮。你喜欢左井，变态。对。新歌啥时候上线？该上的都上了，剩下都不上了。该上的都上了，接下来的那个都是那个在实体专辑里边免费的都上了。周4我们会录一首，我觉得可能是这部片子最好听的一首歌吧。周4我们录的那首可能是这部片子最好听的一首，也是小茉莉的主题曲。12集吗？比12集要多。真好看呀！你是谁对象啊？怎么这么好看？我是大导演百里屠夫的对象，听说过吗？没有。他还会写歌，还会拍戏，你都不知道，你白在 gay 圈里混了。没混。真好看呀！你也还行。又炫啥呀？晚上没吃饱啊？吃饱了。真好看呀！你这衣服好漂亮。这个衣服是我们那个我们跟这个我们每部剧都会出一批衣服，这个就是这部剧的衣服。你们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去我主页的简介。你会不会收完钱然后不给大家发货呀？不会啊，我都已经找工厂在做了。
因为你现在也没卖几件，涉案金额也不是特别大。谁说的？马上都回本了，我跟你说。在吹牛逼呢。69块钱的东西，你卖这几件你就回本了。卖了好多件了呢，好像有几千块了吧，1、2千块了。在哪预定？去抖音搜2把刀，然后去2把刀的主页看它的简介。69块钱一件儿，这个。69块钱一件，你就卖1000块钱，不是、卖1000件。1000件的话就是70块，7万块钱呢。69。天冷了，没人需要。这短袖其实不是，是什么时候都能穿，都穿在里面。怎么付款？你去那个加2把刀那个简介的那个方式，去那上面付款。天冷了，你不穿内裤了？天冷。穿里面，对，这短袖不是你们出门，你们冬天不穿短袖吗？我们反正冬天里面都穿个短袖，外边穿个羽绒服就行了。我忍不住想骂他们，但是我现在生着病呢，我不能动气。别骂他们，老公，没事的，慢慢来。好大呀，能奶子。有考虑过一款吗？这次就只有这一款，后边再慢慢做其他款吧。后边慢慢你们觉得什么衣服好看，我们就做什么。我买了，啥时候发货？叨叨。年前肯定发了。哎，可话不能说这么慢。年前大概率能发，反正是。我得催一下，我催一下他们工厂。你催啥呀？人家慢慢做呀，你催一下。我的万一做了几天，做到2、3天，你催啥呀？万一他们给我排到后边了呢？不会，我会让他们往前排给我。叨叨这行动力，他就在那块瞎行动力。他11点了，他去催人去了，那不神经病吗？支持叨叨可以。今天有节目看吗？今天那个生病了，你看我病病歪歪的就可以了。给大家表演一下，就是自救。两广还穿短袖呢，可爽了。前两天不是那个广州不是冷了吗？冷了，广州也是，两广也是那个，就是外边套个那个羽绒服，里边穿个短袖就好了。我为什么喜欢广州？就是因为我觉得气候真的好。有的人说两广那个夏天太热了，那夏天不出门所以我也不觉得热。但是夏天的时候开空调也热，那个城市是这样。以后离开北京了去哪儿？我想去一个就是贷款能买得起的房子的地方，而且是那个城市不要那个车子
限购之类的，就是车子得能落本地牌，我就可以去。贷款买呗就，没得钱。我这种情况连贷款都不好贷，都没有个正经工作，人都不愿意给贷，怕成老赖。考虑租房不考虑，因为我养狗。因为我曾经我在深圳的时候我在深圳的时候我就租房子嘛，因为那个时候刚去深圳的时候我曾经接触过的一任，然后他给我租了一个房子，租了1年，我在那住了1年，这1年其实还是蛮顺利的，然后但是当时养了一只猫，然后猫丢了。然后再后来呢，我就搬到了第2个房子里，第2房子也是租的，然后是1楼，然后想着说，养狗方便一点，但是呢，退租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退租的时候也是住了1年，退租我特意给他打扫卫生了，我就，就是怕那个他找茬嘛。因为就是那个深圳是押2付1，押2付1，所以他押金就大概1万多押金1万多，所以我就退租的时候我就怕他扣我押金，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都收拾的，包括找保洁打扫，但是里边呢，因为我当时有一面大镜子。那面大镜子吧，特别沉，然后我就说我就跟房东说，我说这个大镜子吧，我们就不搬走了，然后你留在这儿，你也可以给那个租户用，你们要自己想用的话，就也能自己用。他说行。结果我们搬走了之后，然后他来检查房子，就是就等于他来检查房子之后就要退我押金了。然后他检查房子的时候，他突然给我就是发语音，然后就是有一点点没有骂脏话，但是就特别生气，特别就破口大骂的那种，但是他没有骂脏话，他就说，然后他就拍了一堆照片，然后就大概的意思是被这个镜子，他去搬那个镜子，然后他那个镜子然后就倒了，然后就把它砸里边了，然后把他头给砸坏了。到最后就是押金我没退回来，我还给他2000块钱2000块钱的那个医药费。然后就话说的特别难听嘛。1万多块钱押金我没要回来，然后还赔了2000块钱医药费。然后呢，紧接着我就租了第2个房子嘛，就第3个房子了。第3个房子，然后就是我跟小大夫之前住的那个房子，因为他本来那个房子里就有一个那个冰箱，但那个冰箱他不用了。他冰箱就是他原本有一个冰箱，但是我之前呢我也有个冰箱，所以我就不用他那个冰箱了。然后我就把那个冰箱从那个厨房搬到客厅来了，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冰箱搬到厨房去了，就这样也是住了1年。然后临住1年要结束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放他冰箱的那个位置突然就是地板就鼓包了。然后我就跟那个房东说，我说这边是不是潲雨了？你们潲雨你们知道吧？潲雨就是那个窗户没关严的话，就是那个雨进来了以后，然后就会把那个地板泡起了，起个包啊。然后那个
房东也没说什么，他说啊，那个后期再看怎么说吧。结果我在退租的时候，也是我把东西全搬走了，然后他就等他给我退这个钱，啊、就一直都没有回来。他说他在外地，然后就一直没有时间来看这个房子。但是我已经搬到我自己的房子里边，因为那个时候我买了一个公寓嘛，我就搬到自己房子里，然后大概持续了一两个月都没有把这个押金退给我。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吧，就是因为那个房子算是一个大平层，而且就这个女的吧，其实住在那个房东就是住在她这个房子1年左右的时间，关系处的也挺好的，又是我们东北人，所以我就一直都说可能他没有回国内啊，或者说就是他不在本市啊之类的，那就等呗。结果后来就在我催的情况下，他说哦，我到房子里看了一下，他说你这个地板给我泡坏了，然后我现在得看看能不能配到同颜色的地板，然后他就说你等一等，然后我又等了将近半个月，他说老弟，这个地板我配不到，因为你这个地板泡的是那个整个客厅里边，我要换的话，我整个客厅都得换。我说那你得这个整个客厅的地板得多少钱呢？他说这个不好说，因为这是10年前的地板，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地板了，而且我这是实木的。最后就是押金8000多又没给我。就这两个事儿啊，我真的被恶心到了，所以我就再也不租房子了。我再也不租房子，我就觉得说，哪怕就是说我自己住一个特别小的房子，我都不愿意再整这个事儿了，你知道吧？就特别恶心。就是你不觉得恶心吗？就是你作为一个租客来讲的话，因为我那个时候做生意，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一个状态，我就没有太多的心思去跟他什么打官司之类的，或者说跟他掰扯这个事儿，我就不像就是那个大家可能是刚出社会，然后有学生啊，或者说就是有时间跟他 battle 这些事儿，我就真的我就说忍着恶心，我说行好，我说行。所以就这2件事情就导致了我一定不租房子，我再也不租房子了。我有钱我就那个买房，我没钱我就不租，我就包括我就不是说别的，就是北京这个房子，北京就我们现在住这个房子，我在租房子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房主这个老太太特别事儿。我就在想，我退房的时候，他一定能扣我点钱。我还不知道，这因为我在北京，我没办法呀。我在北京，我来上学了，那我肯定得租房子，要不然我死活不租。因为这个房东他是那个还是学校的老师，然后又是学法律的，你想想吧，你想想吧，这个结局。这个结局你说能有好吗？说白了就是我真的不愿意我不愿意说这些事儿，你知道吗？这个6000多，6000多。6000多，这个房租是6000多，因为北方是
押一付三，男方是押二付一，押二付一就是押金会比较多啊，所以这个北方还好说，我觉得6000块钱咱们多多少少能要回来点儿，他可能扣一点点儿啊，但是那个南方的那个房东真是你没办法说。北方这个我觉得没有那么就是那么过分啊。虽然说他只押1个月，他没那么过分。南方的房东就是特别是，我真的不说别的，两广地就是广东那边的房东，哎，你让我咋说呢？你说，哎，广东那边的房东真的，你让我咋说呢？就没有事，就是你知道，就是做生意的人啊，就做生意的人真的就是会觉得说，不要太计较。就你做了生意以后，你的心境完全不一样，就是你会觉得说，你可能就是说把押金要回来，可能会就是得不偿失，就吃点亏无所谓了。啊，就是真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处于不同的这个阶段就是这样，啊，对，就那点钱，就是钱也就无所谓了啊，这只是会挺恶心的，但是，唉，对。特别是做生意的人，你没办法，他妈就知道，比如说我做一个那个餐饮的，然后我就在这个事儿上，我就特别争强好胜的话，然后他妈就到我店里就举报我怎么办呢？他举报我那个什么那个卫生安全之类的，对不对？你现在任何一家餐饮你都不能说做到就是那种特别坦然理直气壮的，就是说我食品安全一定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很难，因为食品安全这个东西太严格了，食品安全真的是就那个卫生许可这个东西，随时你有人找你茬，啊，因为我自己我做餐饮管理嘛，那几年我做餐饮管理，然后有一桌客人就想吃霸王餐啊。然后就说我家的我那个时候我的店里的那个肉不新鲜，然后我就请示上级嘛，上级然后就说那个不用惯着他，就让他买单。结果这个人直接就举报那个卫生那一块了，然后就来人以后，然后就抽样检查，然后那个就到最后就是。可能也没查出什么东西，但是他可能就会，你觉得可能没查出什么东西，可能就是老板去打点这个事儿了，麻烦，主要麻烦。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就是有一些没做过生意的人就会觉得说我理直我气壮，我心安我理得，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你就是对的，但是你跟他置这个气，可能会影响你很多东西，啊。就比如说盐血精这个事儿，我真的要说一下盐血精这个事儿，我一直都觉得盐血精这个事儿没太大毛病，盐血精这个事情，在我的主观意识里边，我觉得它没有太大毛病，这个很正常，就是有的有钱人吧，他容易就是飘。他容易炫富，他可能就是有一点点脱离群众了，但不至于这样，那叫什么？是楚王无罪，对吧？他就是有这个，你没办法，所以就是你看严雪晶就跟那个网友刚到最后完了，
那最主要的东西它是钢嘛，包括那个就是那个贾国龙，它不就是钢吗？啊，它就是钢，你硬钢你没用。你贾国龙，你这个事儿，你就算是你刚到最后，你证明了自己不是说那个预制菜，啊，那你就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结果吗？啊，啊，对，做生意太难了，啊，就是现在大家又比较仇富，大家心态都是比较疯疯癫癫的一个心态，所以就没办法，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没办法，什么时候国家能出台那个就相应的那个网络的那个法律法规，能够有一件大事情发生，然后就是杀鸡儆猴，我觉得这些戾气，网络戾气就会减少很多，那这个没办法，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所以就是做生意，我现在一点儿都不想做生意，我就深知我这种性格的人做不了生意，我太较真儿了。如果说是在我店里，就是那个发生了什么食品安全，我一定会，如果弄到网络上，我可能我这个，谢谢全大哥。我来自偶然，像银河尘土。好好看啊，这个特效。有谁看出我的脆弱？真的，我一晚上我都坐在那儿，我真的没有力气。但是拳头大哥一个礼物，让我拥有站起来的勇气。这是什么力量？这是支持的力量，这是友情的力量，这是信任的力量。拳头，我给拳头大哥写一首歌吧。拳头大哥走了。啊，走了。走了，那歌就回头再议吧。哎呀，随口说说。他害羞，他是真心为我们好。你看他刷这500块钱，哎，饥饿不死又发不了，又不会飘，哎，燕窝你吃不上，点几天外卖。谢谢全大哥。全大哥刷礼物了啊！我也没有必要就是在这块假模假样的了啊！希望你们都能就是说话注意一点。刚才我的好情绪是给全大哥看的，接下来我要撕开假面了我。你就说这些事儿，你说导致了我就是不能租房，我真的觉得，哎呀，不一样。很多事情就是你们没经历过，所以你们不知道为什么。那怎么才能做到无论何时任何表里如一呢？爸爸经常说出门要戴假面。我可以这样说，就是现今社会就是你没有办法做到表里如一吧。
就我觉得现在你想做自己，你想自由的活着太奢侈了，太奢侈了。就你们看到贾国龙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例子啊，贾国龙就想做自己的，但你看他的结果是什么呀？谢而已而言。所以你现在这个社会你没有办法，谢谢，这是谁呀？谢谢东东。贾国龙有什么错呀？贾国龙就是想做自己啊，贾国龙就是较这个死真儿啊，但他有什么错呀？但是他现在他就是粉身碎骨，算吗？他现在就算是那个跌入深渊了，他已经。他有什么错？你告诉我，我觉得没什么错呀，他想做自己啊，他想表里如一啊，他想证明就是说我们没错啊，但他太较真儿了呀。这个社会就是本质就是你不能让你做自己啊，你不能真实啊，你不能得意忘形啊，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活呀。这网络世界不就是教你这样的一个规则吗？到最后就是这种标准下就出来的人都假了，以后就没有真实的人了。枪打出头鸟嘛。你告诉我谁做到了就是特别真实，反而被大家接受的？谁？你现在你看那英和宁静，他们都改变了好多了，都柔和起来了呀。谁特别强势？没有。你现在就不能让你，杨迪啊，你知道杨迪私底下什么样吗？你知道这些明星私底下什么样吗？你不知道。你看到的杨迪，你可能觉得他嘻嘻哈哈，我觉得杨迪私底下应该不爱说话的那种，因为他把那个就是话都用在舞台上了呀，用到人际关系上了。他在家里说不定他就是愁眉苦脸的啊，你都不了解他私底下什么样，他不可能做到就是表里如一啊，你怎么能做到呢？社会不允许你啊！你看所有的明星，但凡被爆出来，他们就是那脾气不好啊之类的，塌房了。但一般的明星其实脾气都不好啊，他们其实因为他们的那种工作环境是需要所有人都像人精一样，他也保持人精的状态，所以他的工作人员就不能蠢。所以工作人员一旦蠢，他就会发火。但如果说他发火的这个情况被报道出来，他就不能作为明星了。你觉得蔡徐坤和鹿晗就不错，鹿晗就因为做自己啊，跟那个黑粉怼，你看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呀？所有的代言都下了。然后甚至被封杀了一段时间。你觉得他不错，但是他想做自己，他面对那些黑粉怼他，然后他回怼了也不行。你们知道这个事儿吧？鹿晗回怼黑粉，被封了，现在解封了，这就是现今的社会啊！就是你这。你咋整啊？你不能做自己啊！你就是夹着尾巴做人呗，有钱人你也不能给我太有钱，你有钱人你偷着有钱，这是现今的社会，所有人都不能做自己，这在那块就是装，伪装、隐藏，
微笑，就得做到这些东西。所以谁能做到真实自己？没有人，任何人都可能。你要做自己的话，可能就一个字儿，他啊。书中之乱，我觉得年轻人有情绪太正常了，年轻人谁没有个情绪呢？就像我会觉得说那个，我觉得所有导演脾气都暴躁，但你看这些暴躁的导演，最后下场都不好，因为他们太做自己了，就没有人敢做自己，就是这个社会，没有人敢做自己，当明星就是要假，你就是要假。我觉得我的直播不算假，只是因为我没有太多的那个什么那个流量之类的。那有一些人他就是假，但是你想想，这些假的人还挺成功的，这些假的人被大家喜欢，所以大家喜欢的不是真实啊，喜欢，想到了施洋，施洋他也没流量啊，他这个状态他不敢给他流量啊。大家喜欢假的东西，你喜欢呗，大家喜欢就是说那种就是漂亮话。你跟卡卡关系怎么样？很好啊，我们私底下是很好的朋友哦。我觉得他演的非常的，非常的可圈可点啊，然后也衷心的就是希望他以后能够继续的带领我们往前走啊。真的，他是很多人的男神。同样，我也觉得他非常非常的优秀，就是会想说这种话，但是我说不出来啊，就是我会觉得说，你现在让我说卡卡很好看，身材也不错，就是也挺笑起来也非常的迷人。他演技怎么样？不行。对啊，就是会这样。对，他演技怎么样呢？非常的，就是跟他合作过，他演技不好，挺浪费时间的。拍他，别人早就过了，他得一条一条的补啊，这个是真实啊。但是我要说这种话，别人就会说，卡卡红了，他嫉妒，他打压他，百里这么多年，他就是谁火他打压谁，就是这种啊。我不能说实话我觉得他演的挺好啊，但我觉得他演的不行，嫉妒就是那种你不能说你自己的观点啊。你觉得龙二这个人怎么样？还可以啊，平时跟他也聊得来，然后，
很上进。那你以后想跟他合作吗？我主要就是我们合作太多次了，然后就是有一点点怕大家视觉疲劳，然后我俩演起来也疲劳。他跟龙二闹掰了，哎，不用他了，这里肯定有什么事儿吧？哎，就这种，这，你就不能说实话，听说他俩因为一些事儿闹掰了，哎，就这种，这反正就是，你不能说一定就是，大家期待的那个期待的那个回答就是什么呢？龙二，好久没见他了，真的很想他。我们上一次联系还是上一次呢，期待着就很快我们能继续的下一个合作。对啊，最近有在约，但是可能这个东西还是要靠缘分的啊。同时，我这里也真心的期待，就是龙二看到我的话，是2号技术啊，龙二，好久不见，非常非常的想你，有机会常联系哦。没有那么多事儿啊，我天，就是做自己不行。老公，怎么了？怎么了？你坐我腿上。坐你腿上干嘛？把你腿压塌了。我一会儿直播间被封了。咋了？累了，聊了。累了下播吧，要不？不好吧？啊，刚收完礼物就下播了。反正拳头大哥都走了。二爷还没走吧？那你再播一会儿。东东也没走。咱们又有个新大哥叫东东。行。东东买我们 T 恤买了2件，还多给了20块钱呢，30块钱呢。天哪，给他发个顺丰。有一天我饿，但是又不想吃东西，你给我打点营养液吧。这样打吗？你想吃，想吃什么？吃那个雪糕不吃，提子。不想吃。你是你想吃啥？那个重庆小面。不吃。
家里就重庆小面跟方便面。我在等你。直着播呢，你我要睡觉了。讹人是吗？我们本宫要眠一眠。棉去吧。我这你想吃啥东西吗？我要吃个茄子雪糕。本宫要眠一眠。怎么没有连线了？今天我没连，我今天有点难受。吃西瓜不？啥时候买的西瓜？你要吃，我现在买。不吃，想吃啥吗？想去泡澡。泡去吧，你去吧，我就不去了。这个点儿我泡啥呀？明天。那明天我就不去了。赚这点钱泡个澡就全没了。那你一个人泡就行了，我去健身。我想睡觉。咋又困了？我想躺着。你不行躺着播呗？躺着播会举报。谁举报啊？你穿的衣服能举报啥？不是，会被那个提醒。谁说的？你试过啊？试过。咋了？活动一下。那你晚上睡觉枕那个高枕头，我就枕那个。你好飘飘啊！或者两个枕头一起。你好飘飘啊！贴到一起枕。天哪，你好飘飘！我要操啊！滚！直播呢？还是没兴致。叨叨就馋了。哪个是图图啊？坐在轮椅上的那个。天哪，这胳膊，我的妈呀！我的天，马东锡吗？你是？大胳膊。马东锡还不一定有我胳膊粗呢。吹牛逼呢。马东锡没有特别壮。我以后要能有这样的生活状态就好了。焦虑。每天半死不活的半格练。每天半格练，连性生活都没有，我告诉你。端飞。叨叨手机壳是不是给你们啊？你说我们这个 T 恤是吧？我们这个 T 恤，想要的话可以去我那个主页看我的简介，69块钱一件，怎么买就可以在简介上看，去二把刀的主页。
马德祺在美国好像得过什么就这个，他本来就是那个，他是打拳的，他不是做健美的。而且马东锡眼神不太好，眼睛不太好，有病。感觉运动那个太强的人都会有一点点。嗯。都会有一点啥？都有一点点的那个萎靡。是吗？嗯，运动你像我。运动强的人不应该是性欲很高吗？每天就跟我一样。我的直播间你别在那块胡说八道了，你给我拿一个我也查。12点，我下播了，12点。一会儿点等你吃。让它稍微化一点。化。雪糕，这是奶提子雪糕。吃凉的不会拉肚子。不会啊。它一直在拉呀。你吃凉的，你到胃里也就变热了，还食道这么长呢。让我的爱。买衣服能要签名吗？你要签到哪儿？签到衣服上吗？签到包装袋上，然后他把包装袋扔了。我们这个包装袋是单面印刷的。然后签名签到哪儿啊？我们又没有做什么海报之类的。你为啥不做呀？海报拍了吗？剧照啊。有剧照吗？我们？你黑刺猬的头像。哦。签衣服上就行。啊，如果你要有需要签衣服上的话，我们就可以给你签衣服上。那我们就做一批那个啥吧，做一批明信片吧，小的明信片，从剧里边截一些图片，或者说你们想要哪一帧的明信片，你可以把那个图发给我，然后我们从那个剧里做胸卡。胸卡是小卡。上次丹青给我们这个网站不就可以做这些东西啊？嗯。有没有水浒卡吗？嗯。明信片你应该35岁以上了。专辑早点预售就好。对啊，你可以早点卖专辑啊，那样就可以签到专辑上了。行，我录完这首歌就所有歌全录完了。啊，那你们就不用在衣服里要签名了，就直接买专辑吧。实体专辑是。现在先要签名，以后火了可不是随便要的。图图的之前的每次做专辑，他都会有要签名的。有的不要我就给签。签了人家专辑直接不要了，我要个干净专辑，我不要你的名字。但其实我这么多年啊，我卖那个专辑和衣服，没有人退款，几乎没有人退款。
啊。它都是支持的。就有的退款的我也说那个你就不用给我了，然后再给你邮一下就好。有的是因为尺码的问题。图图的签名好看不？你的签名啥样的？你现在现场签一个给大家看看。这是。我操！诶，给我拿张湿巾，老公，湿巾，那也擦不掉。给我拿一个嘛。擦不掉。这就是图图的签名，还是英文的国际化的签名。小茉莉有一个叫撒九哥吗？撒九哥是啥呀？九哥不是撒九哥。啊，九哥是谁呀？刀的签名呢？我的签名我没有签名，都是签，我以前就写我自己名字，没写过二把刀这个名字。专辑你们俩可以都签吗？行，你们如果要签的话我就签。嫖客后期的那个男友啊，那个男友叫大鹏，那男友叫大鹏。但我跟他不熟，我不知道他网络那个账号是啥。啊，我也不知道他网名叫啥，我不知道，跟他不熟。喝过几次酒。小茉莉有一些演员，有一些演员是我的员工，其中有3、4个都是我的员工，然后再加上那部片子其实是在我们那个新店装修的时候临时拍的，时间也特别赶，不是特别精细，所以呈现的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啊。我是黑龙江人吗？是，我是大庆人。这黑板有什么节目？平时这个黑板是来连线的，但是今天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就不连了。齐齐哈尔的，齐齐哈尔那个烤肉不错。齐齐哈尔人都胖，因为总吃肉。
东东，早点下播休息吧。这两天我们，哎，谢谢东东，谢谢。东东是想让我早点下是不是啊？好，那我就下了。下播了，拜拜吧你们，早点休息吧。